叫李念秋出来，她是我姐。我是他奶奶，亲奶奶。姐，就10万，求你了。念秋，我是你奶奶呀！保安，送客。全县第一，考上又怎样？家里没那个闲钱养大学生。你一个女娃娃毕业了，还不是得嫁人？浪费这个钱干嘛？哟，全县第一，穷命，祖祖辈辈种地的，考上大学又怎样？爸，学费一共1200，就1200块。1200，你弟那车多少钱你知道吗？16000。爸，就1200，我以后会还。你弟那车16000，你呢？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。我的通知书，爸，就1200，求你了。供你读书，供完了你嫁人给别人家养，我欠你的。哭什么哭？滚回你房间去！妈，你说句话呀！回去好好收拾收拾，过几天出去找个班上，家里等着钱用，把这些带走。我不想再在家里看到这个。妈，你锁门了。反正你也读不成了，烧火正好，哈哈，全县第一，烧了就是全县倒数。一片都不能少，一片都不能少。还在，字还在。我要走，今晚就走。快了，再拐个弯就到了。念秋，你讲。这孩子你不要命了，这脚烂成啥样了？这是雪儿烧的。念秋，你今晚就住这儿，哪儿都别去。明天我去找老二。老二，念秋那孩子考上大学了，1200的学费，你好歹……我教育我闺女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自己穷的叮当响，还来操心？大伯，你的嘴……没事儿，磕的。进屋，别在风口坐着。卖牛？你疯了？那是咱家的命根子，没了牛地怎么种？翠花，我年轻时成绩比念秋还好，是爹娘让我辍学供老二。老二供出来了吗？没有。我这辈子认了命，但念秋不能认命。牛没了，人还在。他不念书，这辈子就完了。翠花，这孩子不能跟我一样，他得走出去。去吧，早去早回，
老牛了，最多1050。大伯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起来，快起来！念秋，别跪，你这辈子不用给任何人跪。大伯，你的血。没事，那好了。到了学校好好吃饭，别省着。你看，瘦成这样像个啥？丫头，大伯这辈子认命了，但你不能认命。你出去了就别回头。通知书被你爹撕了，你用饭壶粘回来了，你这辈子谁也撕不碎。大伯，到了。不写父母吗？就写这个。第一名，中文系林念秋。馒头顶饱。这道题谁能解？期末直接加10分，最后一排上来。漂亮。这通知书怎么是这样的？这通知书怎么是这样的？林老师，你这口音，我家孩子听不懂，换一个吧。图书馆11点关门，别太晚。谢谢老师。念秋，你弟要买电脑，你寄2000块回来。我1个月生活费不到200。你不是打工吗？你弟的事你不管谁管？18年，够了。看好了没？磨蹭个啥？我数到3，你端不出来，今天别吃饭了。快好了。念秋，这一亩割不完，今天不许回来。女孩子家念那么多书干啥？能当饭吃？吃饭别捡那没用的东西。给我，压岁钱都是我的，这家以后都是我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妈，
1、2、3、4，该换了。这双有37码吗？有的，你试试。不疼，它不疼。2年了，你跟了我2年，留着，忘了就完了。丫头，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大伯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儿，我买了双新鞋，78块，自己挣的。好啊，丫头，穿新鞋走新路，好啊！大伯，等我挣了大钱，第一件事儿，给你买双皮鞋。大伯穿啥皮鞋？种地穿胶靴就够了，你自己穿好的就行。咋了？谁来电话了？念秋，她买了双新鞋。那丫头。200多了没有？瘦了点，但能干活就行。就是那个，带走吧，丫头片子留着也是吃白饭，早走早省心。我不走，奶奶，我不走，我不要走，妈妈。好什么好？跟人家走有饭吃有衣穿，别在这儿抢。赶紧带走，别磨蹭。他爹不在，回来就麻烦了。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妈，你亲孙女200块！丫头片子，本来就是赔钱货，留着干啥？你管得着吗？他是林家的血脉，谁敢带走他，从我尸体上踏过去！丫头，别怕了，以后大伯在，谁都带不走你。大伯，奶奶不要我了。奶奶说的不算，大伯说的才算。从5岁到18岁，你护了我13年。念秋，念秋，你那个通知书，我昨晚不是故意看的，它怎么是那个样子？没什么，弄脏了而已。那不是弄脏的，那是被私货用。周雅琪，我的东西跟你没关系。这是你的？哦，那个我今天多买了一份，吃不完，你帮我解决呗。念秋，这瓶我用不完，要过期了，你拿去使，别浪费了。我有肥皂，不用。肥皂洗不干净领子，你就当帮我扔垃圾了，行不行？周雅琪，我不需要可怜。谁可怜你了？我就是洗衣液多，你怎么跟个刺猬似的？好心当驴肝肺。他为什么要对我好？没人对我好过的时候，我至少知道怎么活。全县第1，弘文大学，1200块。念秋，圣诞快乐！你真不出来？学长说人多一个不多。你去吧，我还有2张没看完。外头下雪了，你别太晚。图书馆安静。同学，闭馆了，9点半了。丫头，
电话响了好几回，我在地里，你咋了？出事了？大伯，没出事儿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期末成绩出来了。是吗？全系第一，奖学金8000。第一，全系第一。全系230个人，第1名。好啊，丫头，大伯就知道你是块金子，放哪儿都发光。大伯，今天圣诞节，别人都有人陪，我就想跟你说说话。大伯在呢，大伯哪天不在？寄回去你也给我退回来，你比我还犟。不寄了，等我挣大钱了，你想退都退不了。这框架自己搭的。小陈，过来，这平台谁做的？查后台账号。方老师，创建者账号绑定的学号是文学院的，大一，叫林念秋。文学院，叫他来我办公室。林念秋？是。那个校园信息平台前端后端都是你一个人写的？是。你不是计算机系的，你是文学院的，编程谁教你的？网上找的教程。图书馆借的书，试了3个月才跑通。3个月自学？你知道我的研究生大多要半年才能独立搭一个这种级别的框架吗？我想请你加入我的实验室，话戏旁听，学分我来解决。念秋，我不是因为你的出身、你的故事邀请你，我是因为你的代码，你的代码比很多学计算机的都漂亮。方老师，我能问一句吗？您是认真的，不是因为同情？我同情不起写出这种代码的人，来不来？来。大伯，有人说我的代码写得好。16000的摩托车，1200的学费。他辍学了，一句话没说。读书没用，你们觉得没用的东西，是我唯一一条活路。这破车！挺好，安静。小李，土豆丝出锅了没？外面排队了。30秒，马上。这里你用的公式没错，但计算第3步小数点移错了1位，重来。丫头，我中午打你没接。大伯，我中午在上课呢，您有事儿？暑假了，回来不？你大娘说想你了。大伯，今年不回了，暑假打工挣生活费，3份工，攒够下学期就够了。好，那你在那边还好吗？还好。大伯，等我过年一定回来看您。行，不急，你忙你的。李大山，你出来看看那块地，没牛犁的地硬的跟石头一样，我一个人跑了1下午才翻了2分地，人家有牛的一天犁3亩，我一把锄头刨到腰都直不起来，化肥钱还欠着供销社的，今年的麦子比人家矮些，你又不是没看见。我不是怪你，我就是这日子没个盼头啊，老头子。念秋刚考了全系第一，桂兰牛卖了，地难种，等他出来了，这些苦日子就都值了。镯子换了200多，够他吃2个月了。老头子死绝不让寄钱，他不寄我寄。那丫头比我年轻时候能干100倍，不能让她饿着。就是他，大一就拿国奖，全系第一那个，听说还跨系去了方教授实验室。3000块，先给大伯寄3000。3000，确认。确认。
大伯，你的牛我开始还了。这丫头挣了钱净往家寄，自己不吃不喝了。丫头，钱大伯收到了，大伯留了500，剩下的退回去了，你自己花，你留着，大伯不缺钱，种地够用了。你不缺钱，地里的化肥钱都欠着呢。供销社的人上门催了3回了。这老头比我还犟。够用，你骗鬼呢！大伯，你把牛卖了供我念书，现在地种不动了，你还跟我说够用。我会让你真的够用，不是1头牛的够用，是一辈子的够用。林大勇，你儿子在我那儿欠了3000块，3天了，一个子儿没见着。熊儿，你给我过来！3000块，你赌博，你长本事了是不是？多少？3000，拿走。兄弟，下次手气好点。1200不给，3000眼都不眨。这笔账我算清楚了。雨梅，你过来。念秋在北京不是打工吗？你打个电话让他寄点钱回来，他地着窟窿得堵上。念秋打工1个月才挣几百，几百也是钱，他那个弟弟以后还得靠他拉扯。打电话。他1个月才挣几百块，馒头咸菜省着吃，不打。这电话我打不出去。念秋，妈没用。念秋，吃完饭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方老师，好的。在实验室快半年了，你每天最早来最晚走，我盯了3个月了。有个事儿我一直好奇，你是文学院的，编程完全自学，你学编程的动力是什么？挣钱，文学不好找工作，编程能。我没有试错的本钱，方老师，每一步都必须是对的。没有试错的本钱，这话你多大就想明白了？5岁。以后别用衣服擦屏幕了，纤维会刮花面板，这块布是擦屏专用的，实验室里多的是。念秋，我不知道你的家庭什么情况，我也不问，但我跟你说一句话，你的代码比你的出身干净得多。这个比赛全国高校选拔，每年1次，拿到前3名有企业直接签约 offer， 还有奖金。报名费、实验室经费可以报销，你填好表给小陈就行。实验室经费能报这个？我说能报就能报，去准备，你有3个月时间。方老师，谢谢。别谢我，去写代码。大伯说我谁也撕不碎，方老师说我的代码干净，那我就干干净净的赢一次。方老师说经费可以报，但那是他自己掏的钱。不行，这200我自己出。下个月多接2个家教，够了。这配置能跑得动？跑通了。时间到，各参赛者准备演示，从1号位开始。12号，下一位。12号选手，你的项目是唯一完整跑通的。等一下，你这设备显示的内存是512GB， 处理器是赛金，你用的什么电脑？2手的，800块买的。
800块的电脑跑出了特等奖，小姑娘，以后你的路比这奖杯值钱1万倍。谢谢老师，这800块是我打工3个月攒的。大伯，我赢了。大伯，我毕业了。4年前扛着蛇皮袋进来，4年后拉着箱子走。再见了。4年，变化很大。方老师，实验室那杯水那块擦屏布那句话，我一辈子记着。这是我在深圳的老同学，做互联网的。你到了给他打电话，说是我推荐的。老师，我不会让您失望。我知道，去吧。你是林继秋，你弟林学文欠了2万3，你是他的债找自己。你不是在北京上大学吗？有钱上学，没钱还你亲弟弟的债。他不是我弟弟。丫头，毕业了。毕业了，大伯，今天领证了。好啊，大伯就知道当年那头牛没白卖。您最近咳嗽，呛着了。丫头，给你寄了个东西，你到了新地方记得看。寄了什么啊？到了就知道了。丫头，好好的。大伯，你也好好的。这底子得纳多少针啊？丫头，新鞋走新路，大伯做不了啥，你大娘手艺好，这双合脚。一双是不要我的人给的，一双是要我的人给的。大伯，行了，哭完了，干活。老头子，几点了？灯还不灭？马上给念秋写个条子。别太拼了，身体要紧。大伯等你回来。大伯，你让我注意身体，你自己呢？我是今天入职的运营部林念秋。运营部林念秋，工位在最里面角落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公司客户都是大品牌的，普通话最好练练。好的，谢谢提醒。行，从这里开始。新人叫什么林什么秋？行，今天先熟悉熟悉环境。林念秋，方建国教授推荐过来的。行，好好干，有什么不懂的问我。到哪儿都带着你，至少这是我自己选的地方。第一天就加班到半夜，行吧？连我的错别字都抄了。抄吧，这次看你能抄多久。周总，这次我们的年度方案从用户画像切入，
这个分层呢是按消费频次，不对，是按用户价值做的2级分层。赵总监，这页的分层逻辑和第4页自相矛盾。第4页你说的是3级分层，这里变成了2级。这个周总容我解释一下。不用解释框架问题，我问的是这个方案到底是谁执笔的？逻辑前后不统一，不像一个人写的。那位同事，你一直在记东西，你对这个方案怎么看？第7页的分层逻辑被改过，原始方案是按消费频次做3级分层，被改过。原始框架是3级的，中间有人做了调整，但没有调整配套策略。小林，你先坐，这里没你。让他说完。林念秋是吧？等一下，那个方案最初是你写的吧？有意思，以后有机会聊聊。你是想出风头是吧？你知道这行圈子多小吗？我一句话，你在深圳就待不下去，信不信？赵总监，你改我方案封面的时候忘了一件事儿：创建者自断。每一份 PPT 的底层信息里写的都是我的名字。你改了封面，没有改属性，3次，每一次我都截了图存了档。你要不要我发给周总看看？你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通知。我今天辞职。大伯，我不忍。公司名字秋禾文化什么意思？秋天的禾苗，秋天播种的东西扛得住冬天。从今天起，我给自己打工。从菜汤里捞出来的人生开张了。没人脉，没钱，没背景，和18岁当年一模一样。这次2万3，够了。42家拒绝了，第43家。坐菜单墙上，不收现金，只扫码。周姐，我不吃饭，我是做短视频策划的，想帮你拍个宣传片。小姑娘，你这公司注册多久了？你自己连碗卤肉饭都舍不得吃，你能帮我拍出什么来？您这碗卤肉饭食材成本4.2块，卖15，我这个方案3000块预算，播放量过100万，过不了1分钱不收。100万播放量，你拿什么保证？您看这个，清晨3点备料的画面，排队的人墙，卤肉出锅的慢镜头，人间烟火气，这才是这碗饭的卖点。不是您的菜单，是您这个人。行，哈哈，就冲你这股子恶劲儿，3000块，我赌了。行了，剩下的交给他自己。过100万了，周姐，3000块值了。林念秋，你那个视频，我店里排队排到结尾了，门都快被挤破了，你快来看。周姐，恭喜，1000万播放了。1000万，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数。年度合同我追加5万，你明天来签字。好，明天见。这是咱们的新家，比地下室大3倍。林总，哪面墙挂照片？不挂照片，挂这个。从菜汤里捞出来的东西，现在挂在自己公司了。林总，这通知书一定有故事吧？有，但今天不讲。今天是好日子。林总，行业群在聊什么？别人的事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你那台电脑装好了吗？我需要你明天跟我去拍素材。大伯，你怎么了？这咳嗽？没事，呛着了，喝水呛的。丫头，公司咋样了？那个单子播放量破1000万了，大伯。看过医生了吗，大伯？看什
啥医院？庄稼人哪有不咳嗽的？入秋了，风大。大伯，过年我回去看你，你等我。李念秋，我知道你在，我是你爹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约了吗？姐，5万块，就5万，我借的，人家催急了，你帮我一回。上次3000，这次5万，下次多少？50万。这次不一样，我以后不赌了。你烧了我的书，抢了我的压岁钱，你爸花1万6给你买摩托那天，我连1200的学费都没有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该管你？你现在有钱了是不是？翅膀硬了，你忘了你姓什么了？物业吗？我们楼层有人闹事。对，秋禾文化门口。等着，你等着，爸妈都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不管我，我让全家人都来找你。李念秋，你别后悔，血浓于水，你跑不掉的。他不是我的问题。回来，干活。周总，下季度方案周5前发你。对，3个品牌联动一起做。好。林总，那个投资人来了，在会议室等着呢。年营收过100万，增速不错，但你们赛道的竞争者至少有20家。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那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被我爸当着全家人的面撕碎了，碎片掉进菜汤里，我半夜从泥里一片片抠出来，用米饭糊粘回去的。陆总，您问我核心竞争力，被撕碎了还能粘回来的人，不怕任何竞争对手。合作愉快，林总，你的故事比你的 BP 值钱。故事不值钱，把故事变成业绩才值钱。敬林总，从地下室干到融资，这杯我先干。不敬我，敬秋禾。从2万3到今天，是你们每个人拼出来的。我去接个电话，你们先吃。大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大伯这辈子没出过省，你公司开在深圳是吧？大伯想去看看你，看看你上班的地方长啥样。好啊，大伯，您来，机票我订，您什么时候有空都行。丫头，你可算来了，鸡蛋还热着呢。大伯，你怎么瘦成这样？夏天干活出汗多，秋天补回来就好了。走，回家，你大娘做了红烧肉。慢点吃，又呛着了。没事，吃太急了。大伯，这咳嗽多久了？入秋就有了，小毛病，喝碗姜茶就好。念秋，你大伯咳了快半年了，不是入秋才有的，过完年就开始的。晚上咳得整宿睡不着，枕巾上有血丝，你知道不？3个月了。血丝多久了？他去医院看了吗？他不去，死活不去，说花那个钱干啥？说他没事儿。念秋，你劝他，他只听你的。大娘，明天我带他去医院，不管他同不同意，我来说。李医生，我想带家人做个全面检查，明天越快越好。念秋，这地方看一次得花多少钱？比咱全村加起来都气派。大伯，公司给员工买了体检套餐，免费的，您就当陪我来做个体检。同志，这机器不疼吧？不疼，别动，憋气。家属建议尽快住院，化疗可以延缓，但要有心理准备，时间可能不太多了。
伯，没事儿，小问题，吃点药，做2个疗程就好了。丫头，你别骗我，我种了一辈子地，庄稼快死的时候什么样我认得出来。别哭，大伯这辈子值了。老爷子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，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事儿，我看看我侄女，看一眼少一眼了。念秋，这一晚上得花多少钱啊？大伯，您那头牛换来的，够住1万个这样的晚上。丫头，大伯的牛值了。丫头，今天好多了，你看坐起来了。那您多吃2口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跟兵打架。老头子，你咋成这样了？哭啥？没事儿，你看这床多软，比咱家那个好100倍。林小姐，跟您说个事儿，您伯伯每天晚上都在写东西，写到很晚。护工说，有时候到凌晨1、2点还在写。写东西？我问他了，写什么？他说，给我侄女留个念想。不能碎，他在写东西给我，我不能在他面前碎掉。大伯醒啦，今天气色好多了，粥刚熬的，趁热。来了，又是那个硬挤出来的笑。他以为我看不出来，我又不瞎，瘦了。他以为我不知道他每天只睡3个小时。小王，那个客户不能丢。对，你跟他说方案我明天一早改好。不，后天不行，明天。又皱眉了。公司的事儿他从来不跟我说，怕我操心，但他一打电话眉头就拧起来。丫头，你比大伯累，大伯只是躺着，你又是公司又是医院又是大伯，你太拼了。和小时候一模一样。5岁那年他缩在我家墙角也是这个样子，膝盖抱着，手攥着衣角，嘴巴张着。以为大伯睡着了就偷偷哭，大伯闭着眼呢，又不是真睡。丫头，你还跟小时候一样，只肯在没人看着的时候睡一下。不能让他醒，好不容易睡着了。该写了，今天的还没记，还够写20天，20天够了。该写的写完，剩下的交给他自己。大伯，今天精神好多了。丫头，来，先喝粥。大伯想去看看你公司，就看看你上班的地方长啥样，坐轮椅去就行，不累的。好，今天就去，我推你。这楼比咱全村的地加起来还大。深圳嘛，全是高楼。这么多人都跟你一样在上班，丫头，你在这里站住了。我自己走。当年粘的挺好，值了。大伯种了一辈子地，最远只去过县城。我的丫头带我看到了县城外面的世界，够了。
大伯，以后我带您去更多地方，北京、上海，您想去哪儿我带您去哪儿。你们跟着念秋干，没错的。我们跟着林总干到底。好公司，好人，丫头，大伯放心了。大伯，您说。丫头，大伯有件事想跟你说，今天不说，等我精神好的时候，好好跟你说。桂兰，你出去一会儿。干啥？我跟念秋有话说，单独的。好好听。丫头，大伯跟你讲个事儿，从来没跟人讲过的。大伯15岁那年，全校第一，比你爸的成绩好了整整1个年级。你奶奶看了我一眼，就一眼，然后她说了句话：是老大，该让着弟弟，家里只供得起一个，让你弟去。妈，我考了全校第一，弟弟才考了倒数，凭啥是我不去？从那天起，我认了命。念秋，你知道大伯看着你长大，最想什么？你跟我一模一样，全校第一，被这个家亏待，但你比我倔，我认了命，你没有，所以我卖了那头牛，不只是因为心疼你，是因为我不能让你也认命。你认了命，就是我这辈子再死一次。别哭，大伯最骄傲的事儿，就是你没认命。大伯，您当年全校第一，比我强。不比你强，我被打了一巴掌就认命了。你呢？通知书撕碎了，你从泥里抠出来粘回去。你比我勇敢，大伯这辈子拼不过你。丫头，大伯还有最后一件事要交代你。大伯，您说。不是现在，等那天来了，你大娘会告诉你。今天说的够多了，大伯歇会儿。302病房，心率骤降，叫值班医生，推抢救车。大伯，你别！家属出去，现在！不，我不走，大伯。林小姐，您在这里帮不了他，让医生做。不能这样，还没来得及。稳住了，心率回来了，但林小姐这次很凶险，下次可能……医生，我能进去看他吗？吓着你了，别哭，大伯还没写完呢。老爷子，您的本子。好，还有几页。慢慢来，不急。慢慢来，不急。丫头，大伯，我在。过来，坐这儿。大伯跟你说话，丫头。大伯走了，你别哭。大伯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就是卖了那头牛，值了，真值了。大伯，大伯，你醒醒，大伯，你说值了，你说值了。念秋，你大伯说了，把这个给你。今天把牛卖了，念秋走了，牛跟了13年，走的时候回头叫了一声，我没敢回头，我不后悔。念秋期末考了第一，高兴了一整天，跟翠花说了3遍，翠花嫌我烦，今天偷偷坐火车去了北京，站在弘文大学门口看了半个小时就回来了。
门卫问我找谁，我说我找我侄女儿，我没进去，怕给她丢人。念秋说她买了双新鞋，78块，自己挣的。她以前那双是她奶奶给学文做的，学文嫌小不穿，念秋穿了2年，脚后跟磨出血泡也没吭声。我这辈子亏欠她的，还不上了。念秋开公司了，叫秋禾文化，秋禾，秋天的禾苗，好名字。她是秋天生的。我记得念秋把我接到深圳看病，医院很大，很干净，我怕花她的钱。念秋说，我那头牛换来的，够住1万个晚上。我的丫头长大了。大伯，好好的，你说好好的。大伯，你让我好好的，那些没让你好好的人，我来算。我大伯林大山，一辈子没出过省，种了一辈子地，这辈子做过最大的一件事儿，卖了家里唯一一头牛，换了1050块钱，加上全部积蓄，供我上大学。他替我挨了一顿打，嘴角带着血送我上车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没踏进过弟弟家的门。他这辈子没享过1天福，牛卖了，地种不动了，化肥钱欠着，大娘的银镯子也卖了。他从来没跟我抱怨过1个字，但他走的时候，他说了4个字。他说：“值了。”大伯，你的牛值了，你这辈子值了。雪文那孩子，连他大伯最后一面都不来。他不会来的。我说老赵，大山名下那块自留地现在归谁了？他走了总得有个说法吧？归他媳妇儿还是归谁？我是他妈，这地我该问吧？大娘，大山刚走，您我问我儿子的地怎么了？他又不带到棺材里去。燕秋啊，你大伯那块自留地，燕秋，你大伯走了，他那块自留地该归我了吧？我是他妈，他又没儿子，我是他亲妈，天经地义，你一个丫头片子管得着吗？奶奶，您说您是他亲妈，那我问您一件事儿：30年前，您带了一个陌生女人到我家院子，拿了她200块钱，要把您亲孙女卖给我。是大伯从田里赤脚跑回来，一只鞋都跑丢了，把我从那个女人手里抢回来的。您的亲孙女200块，您连句价都没还。那是为他好，跟人走有饭吃，我哪知道？为我好，大伯当年替我挨了弟弟一拳，嘴角带着血送我上车，那是为我好。您要200块卖掉我，那是为谁好？大伯，您的地我和大娘会照看好，谁也拿不走。大娘，走吧，别在这儿了。你们放开我！我是他妈，我是他亲妈，林念秋！你不认我，我亲自去找你，我去深圳找你。大娘，你87了，你去不了深圳。你大伯看见了，他一定看见了。大伯，他们欠你的，我帮你记着呢。大伯，接下来的事儿看着就好。到家了。这一声替一个人敲的，他这辈子没听过掌声，但他值得全世界最响的那一下。林总，展厅里那张通知书为什么是破的，还有油渍？那您为什么还留着它？因为它被我爸当面撕过，碎片掉进了菜汤里，因为字还在，
撕碎了我能粘回来，踩进泥里我能抠出来，它还在我就还在。那张通知书是一头牛和一个人的命换来的，它比任何上市钟都贵。反正你也读不成了，烧火正好，哈哈，全县第一，烧了就是全县倒数。谁发出去的？那视频谁发出去的？那是10年前的事儿了，我才14。哎，你是不是？哎，你就是网上那个烧姐姐书的那个？别拍！求你们别拍了！我操，这个烧书的不是住我们楼的那个吗？4楼0402，这种人也配住我们楼？房东呢？当年录那个视频的时候，我觉得好玩。我姐，她不会是故意的吧？她不会是故意把视频放出去的？不是她，是我自己录的。林学文，在吗？开一下门，有件事跟你说。东西都在这儿了，押金不退，你欠的2个月房租就这么算了，找别处吧。我这儿的住户不想跟你住一栋楼。大哥，再给2天，我找到活就。走，你这脸在网上都传遍了，找别家。小伙子，影响生意真的不行。老板，网上那个烧他姐书的就是他。纸太少了，8块3。8块3，一天走了4条街，8块3。当年烧的是书，现在捡的也是纸。他起飞了，我烂在了地上。那只脚再也踩不了人了。雪文，雪文，雪文，你爸瘫在这儿3天了，屎尿都在床上，我给收拾了2天，实在扛不住。你进去看看吧，那也是你亲爹。张叔，我自己都吃不上饭了，你让我管他？亲爹，他当年花1万6给我买摩托的时候多大方，把我养废了，现在怪我？他养我的方式就是今天他躺那儿的原因，别找我。这电话不好打呀。喂，念秋啊，我是你家隔壁张叔，你爸中风了，右边身子全不能动，你弟不管他，你能回来看看不？张叔，谢谢你告诉我，我知道了。念秋姐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一路走到今天，您最想感谢谁？我大伯林大山，他卖了家里唯一一头牛供我上大学，他替我挨了打，嘴角带着血送我上车，他是这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。那您的父母呢？他们是我的家人。他们是我的家人。看电视了没？那个秋禾文化上市的，那是我孙女儿，从小我就说这丫头有出息，是不是？大娘，您当年可不是这么说的吧？我记得您说的原话是“丫头片子不如送人”，可不是，200块差点把人卖了，要不是大山拦着，哪有今天这个林总？
是为他好。他不认我，我亲自去找他，我去深圳找他。念秋，叫林念秋下来，她是我姐，我是她亲弟弟，我是他奶奶，亲奶奶，让他下来见我。姐，就10万，求你了，我快死了，求你，姐。叶秋，我是你奶奶呀，你翅膀硬了，连亲奶奶都不认了。林学文，15岁那年春节，你推倒我，抢走了80块压岁钱，你说这家以后都是我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那80块你先还我。保安，送客。姐，你不管我行，把他在床上没人管，你也不管吗？血浓于水，你跑不掉的。不是不痛，是不能软，一软，他们就会吃掉我。那只踩住我手的脚，现在他自己也动不了了，他的报应不需要我动手。这啥车呀？村里头一回见这么大的，迈巴赫，电视上才有的那种。念秋，看，那不是念秋的车，停在他家门口了。快，这车得多少钱？你看那摩托当年16000，跟这车摆一块儿。走吧，往前开。大伯，我回来了，你不在了，但这还是你的家。大伯，你走了一辈子的泥巴路，我给你修一条新的。回深圳，路上帮我查一下，修一条村津柏油路大概什么流程？好的，林总。用大伯的名字，让他的名字刻在路碑上，让那些人天天从上面走。大山哥的名字刻在碑上了，这辈子没享过福的人，死了名字刻路上了，值了。老头子，路修好了，你走了一辈子泥巴路，现在是柏油的了。念秋，他要是看到这个，得乐成啥？他看得到。大勇，你看到了，那路是念秋出钱修的，碑上刻的是你哥的名字。念秋回。我不欠你的，一天都没欠过。哎呀，念秋，真是你啊！好多年不见了，你现在可出息了。念秋，走，去我店里坐坐，请你喝水，我那儿有饮料有茶，你想喝啥都有。咱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同学嘛。赵小燕儿，哎，我记得你。你说过一句话，18岁那年，在河边，你说穷命，祖祖辈辈种地的命。没事儿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记性挺好的。看见念秋了，人家可不得了了哈，修路修碑，开迈巴赫回来。你们不是小时候一个学校的吗？啊，
走了。求命！我说他求命，求命的人上市了，我在卖瓜子儿。当年他穷，现在我穷，这就是命。有一天，睁开眼，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这3个字：大山哥。当年这只手一拳打出去多轻松，现在连伸都伸不直了。那张通知书，我撕的时候1秒钟，他粘回去，花了1整夜。谢了，谁帮我送出去？学文不来，没有人。当年我一脚把他踢出去，现在我连喊他名字都喊不清楚了。大勇，吃点，今天有人来看你们。张哥，帮我打电话给念秋。大勇，上次我打了，他说我知道了，就3个字儿，我再试试吧。但你得有个心理准备。张哥，打电话给念秋，求你。好，我打。念秋，爸错了。我知道了。大勇，大勇，够了！28年，你才说出来，28年太晚了，全都太晚了。我不是原谅，我不原谅，但我。1200，当年我差的那个数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让第2个人差这个数。大伯，我用1200换1000个1200，够了。麻烦帮我送1杯咖啡上来，今天我不出门。啊！你怎么就走了？你一个人受了那么多苦，你一个人受了那么多苦，儿子不孝啊！他爸贪了3年，他来过2回，来了2回都是借钱，1分没出，现在哭得最响，给谁看呢？爸，您可算解脱了。我接下来怎么办？出了钱是因为他姓林，没出席是因为我也姓林。明天去看妈，然后把他接走。妈，我帮你收拾东西，我接你去深圳。
1997年开始，攒到现在。念秋，输完了。1200，正好1200，你攒够了，你攒够了，为什么不给我？为什么不给我？你不是不爱我，你只是不敢。你跟我大伯一样，你也认了命。不对，都对不上。我以前以为他不爱我，可是那块鸡蛋……吃饭，别说话。不是奶奶家的，是妈家的。丫头，别动着。我醒来从来不知道是谁放的，我以为是我自己睡前忘了。吃饱穿暖就好。那通骚扰电话是妈打的。他1个月才挣几百，我让他寄钱回来，我哪有脸？这道凹痕是被他拖了25年磨出来的。不是不爱，是不敢。妈，你在哪儿？他去哪儿了？妈，你在不在这儿？妈，你在不在这儿？大伯家，他肯定在那儿。大哥，是我对不起念秋，是我没本事，念秋恨我，我不怪他。我攒了25年，1200块，一直没敢给他，我怕他爹打死我。大哥，我替念秋谢谢你。我这辈子做不成他妈了。那个盒子，你看见了？你都看见了？妈，我看见了，我都看见了。念秋，妈对不起你。妈没本事，妈不敢，妈，不哭了，我都看见了。妈，我要把这些钱做成一样东西，等我做出来，你就知道了。师傅，这是1200块，我妈攒了25年。一张张藏在床底铁盒里，从来没敢给我。25年了，他攒的不是钱，是他不敢说出口的对不起。是俺闺女寄的。我的闺女！
这是俺闺女给俺挂的画，比啥都高。念秋，这门儿咋自己开了？以前在地里干活，看天上飞机过，我想，念秋是不是在天上？今天我自己也在天上了。念秋，俺这鞋脏，俺先脱了再走。妈，穿着，这是您的家，它脏了，拖把一拖就好了。您这双脚走了50年泥巴路，今天就该踩在这上面。俺不怕了。念秋，妈在你家里，俺这辈子值了。大伯，妈也在我家里了。学文，你咋不来看奶奶？大勇，你也走了，你倒会享福，跟着丫头去深圳享福去了。丫头片子上啥相？上去把照片角占了，浪费胶卷，洗碗去。二婶儿，你听一下，你年轻的时候欺负人多，欺负儿媳，欺负孙女，欺负你大儿，你现在闷是你自找的。大勇啊，你那块自留地那是你爸的地，念秋凭啥拿去？丫头她翅膀硬了，不认奶奶了。早知道让他上去就好了。1997年，我大伯卖了家里唯一一头牛，1050块，加上他和大娘全部积蓄1200块，那是我的大学第1年学费。撕得碎，烧得焦，沾得上血。我母亲不识字，但她在床底下藏了一个铁盒，从我5岁攒到29岁，里面整整1200块，一份是替罪的爱，一份是怯懦的爱，但都让我活到了今天。1200万，每年资助1000个因家庭原因放弃上学的女孩读完大学，每个女孩会拿到一份精装通知书，锁进保险柜，家里人撕不到，烧不到，踩不到。这一次通知书是她自己的，每个礼包里还有一双新鞋，不是哥哥剩的，不是邻居给的，不是奶奶嫌弃的，是合脚的，属于她自己的新鞋。好，丫头说得好。大伯，妈，这个家再不让一个女孩光着脚走路。奶，这真是给我的？你的，拆开看看是啥？软的。穿啥新鞋？脚长的费给你弟留着。这是我的，卡片上写着我的名字。不疼脚，一点都不疼脚。你妹收个啥包裹，还能是好东西？女孩子家别惯着她。我知道。姐，你这鞋哪儿买的？好好看。以后等你考上大学，也会有一双。一双合脚的鞋，能让一个被亏待的女孩挺直背走出家门。念秋，大娘今天去你大伯坟前坐了一下午，我跟她念叨了5个女孩穿新鞋的事儿，你大伯肯定听见了。大娘，她听得见。念秋，
大娘今天还要跟你说一件事儿，你大伯那本日记你都翻完了吗？翻完了，从1997年到他走之前。不对，还有一页，1997年那页前面还有一页，你大伯藏得最深的，他说要等他走了之后，念秋自己翻到才算数。还有一页。大伯，你从我5岁就开始记我。让我们再次感谢林总用一头牛改变1000个女孩的故事，今天会被很多人记住。听说今天那个林念秋身家都过100亿了，上去打个招呼。别冲过去，人家刚下台，等下午茶歇。你看起来很累。茶歇的水都是凉的，这杯是我刚去前台要的温水。你不认识我？你是嘉宾对吧？我刚进来时听见有人说今天的演讲很好，但抱歉我没听到。我是建筑设计师，下午来分享一个城市更新案例。那坐一下。手写稿挺少见。习惯，打字总觉得情感会断。我也是，设计图我现在都还用铅笔起稿。你做城市更新做的是哪种？我最近在做深圳一个老印纸厂，70年代的红砖结构非常美，我想保留所有的老砖墙。新的不抹掉旧的。对，建筑跟人一样，把伤疤留着，但加一层东西保护它。我去准备一下下午的分享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宇。3点你坐前面还是后面？后面。那我尽量讲的有意思一点。对了，下次碰见还请你喝水。1张票，欢迎光临，展览到9点。陈老师，为什么坚持保留这些老砖？拆了重建效率多高啊？因为这些砖记得人。70年代在这里上班的工人，每天扶着这面墙下楼，墙上有他们手心的温度，拆了温度就没了。那玻璃幕墙呢？玻璃是新的，新的不是来抹掉旧的，是来护着旧的。你今天没穿那双白帆布鞋？今天下班直接过来，没换。上次看你穿了，我也是穿白帆布鞋长大的。那边坐，我刚讲了3轮，也想坐一下。好。这次的水我还没准备。我也不是来要水的。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。你大伯一定是个很温柔的人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写好好的3个字的人，心是软的。大伯，你是在告诉我，丫头，可以有人好好待你了。你不是几乎不喝酒？今天喝2杯，不是为了喝醉，是为了能说出来一些事儿。我的故事你以前听过0岁的版本，今天我想一次性讲完。1997年，我18岁，考上了清华大学。我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把通知书撕了，碎片掉进了菜汤里，然后他一脚踩住了我的手。我弟弟比我小4岁，我高3那年，他把我半本笔记扔进灶台烧了。他一边烧一边录像，说反正你也读不成了，烧火正好。那段视频他自己录的，10年后被人翻出来，播放量过亿，他被全网骂。我奶奶当年拿过200块，想把我卖给一个陌生女人。我母亲，她不识字，一辈子被我父亲压得说不出话，但她从我5岁开始，在床底下藏了一个铁盒，我去年才发现里面正好1200块，和我大伯卖牛的钱不多1分，不少1分。logo 是一头牛，说得通；基金叫1200，说得通；鞋子里的卡片说得通；展览那天你给我看那张笑脸说得通。你不是在做慈善，你是在替你大伯继续走完他没走完的路。你不觉得我的家庭太复杂了？我只看你是谁，你家里人做的事儿不是你，你做的事儿才是你。念秋，我不会因为这些故事离开你。今天，你需要一个人静一下。等下到大娘家，她肯定要给你做一桌子菜。去大娘家之前，我们先去看大伯。你怎么知道我每次回来都先去大伯那儿？我今天
也想跟他说几句话。他爱听，你跟他说什么他都爱听。大伯，我叫陈瑜，念秋的男朋友。我知道，按规矩，这件事应该是先来跟您父母提，但您父亲念秋已经替他偿还了所有该偿还的。他母亲，我下个月会带他去深圳一起吃饭，但我觉得这件事儿必须先在您面前说，因为念秋这个人是您送出来的，您是他的爹，我今天是来跟他爹提亲的。不是钻戒，你不喜欢张扬。大伯，一个克念秋，一个克陈瑜。我带念秋，他带陈瑜，这样我们走到哪儿，彼此都在身上。我知道你大伯不在了，但我想在他面前问你，念秋，你愿意让我陪你走以后的路吗？愿意，愿意，我愿意。大伯，他来了，你放心，你30年守了我一个人，从今天起换他。念秋、陈玉，回来吃饭啦！大伯，明天你陪我走最后一段路。妈，这块补丁你一直没说。妈，明天我把你也带在身上。妈，进来。给你煮了一碗汤，红枣银耳，明天起早空腹喝点暖的。明天你都带着。都带着，他们都得在场。丫头，明天你别紧张。妈，你也别紧张。俺这辈子没怎么摸过你的头，那就摸个够吧。明天你女儿就嫁人了。妈，明天你坐第一排，好不好？俺坐第一排。你大伯他在天上也在第一排。今天的婚礼，新娘自己走红毯，新娘特意保留了拱门左侧的那张椅子，给一个人留了位置。来了。新娘怀里抱着的是她大伯林大山先生的日记，今天她要把这本日记亲手交给那张椅子上的人。你看，你闺女多稳。俺看见了，俺看见了。大伯，我结婚了。你放心，他不会因为我太优秀离开我。你给我的命，我没有辜负。玉梅，他看见了，你大哥他都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他都看见了。大伯，您守了他30年，从今天起，换我。请交换戒指。念秋，有什么想对新郎说的吗？我用了20多年学会一件事，值得被爱。谢谢你让我相信了。你以前
一个人走了太远的路，以后的路两个人走。下雨了，我帮你打伞，但路还是你自己选。李成，大哥，你看见了，俺闺女出家了。换好了，换好了。陈宇，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。去吧，他在等你。我去就回。我等你。大伯，我这就来。大伯，牛还给你了，鞋也还给你了。那块补丁是妈打的，我现在才知道。大伯，我嫁人了，但我没忘，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丫头，好好的。大伯，我走了。他们都来了。大姐，他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你看他脚步多稳。我去接他，还是在这儿等？等，让他自己走过来，这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一条路。丫头，刚熬的红枣银耳，你大伯以前最爱喝。妈，谢谢。谢啥？回家喝热的。这个是我连夜包的你最爱喝的小米粥。这就是你大伯的路。以后你也走。玉梅，咱们的丫头好好的了，好好的了。